小心跟紧我，前面有些状况。竟然有新生的灰幕，神木林地的石化，果然还在加剧吗？这个东西也是灰幕？是的，看来你确实忘得很干净。灰幕是非常重要，关系到生存的知识，我带你快速过一遍吧。末日时潮发生后，实力通过灰幕不断扩散，他们会持续汲取周围的灵力，将附近的土地石化。这些由小到大是不同级别灰幕的外形，级别越高，对周围土地和生物的污染程度就越高，会有更难以对付的石化物聚集在附近，因此也更危险。消除它们的唯一方法，就是由送灵者将其净化。每次这种时候，我都很佩服安娜塔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学会的助教答疑时间，她总在回答诸如误食补灵饵料怎么办，餐券丢了怎么办，划的重点怎么没考到，此类问题。每周如此，不厌其烦。现如今又开始讲授孩童也知晓的常识，换做我，可能会直接把你关进这面深渊之境。深渊之境？这里面是一座无穷无尽的图书馆，等你看完所有的书，再放你出来。莫伊莱，不要对他这么严苛。人类的知识完全仰仗于记忆，失去记忆造成的混乱和无助，本就很痛苦了。别担心，等回到皇家学会，我会尽力帮你回想起从前的事情。你先在这里等我一下。你要去净化灰幕，不是说很危险吗？灵物学科教授过这种魔物的习性和攻击方式，虽然没有实战经验，但如果放任灰幕不管，以后有普通人或是像你这样不了解情况的人误入石化区，会危及性命。那我和你一起。你现在灵力微弱，不能涉险，在这里等我就好。安娜塔，太关切一个人的安危，只会让他失去成长的机会。而且，看他的表情，你真的觉得他会乖乖待在原地吗？是我欠考虑了。对付魔物是送灵者的必修课，在分开之前，也要确保你有自保的技能。你跟我一起来吧。莫伊莱，麻烦你多关注他。恭听指示。现在就出发吧。日程更新。该出，现在就出发吧。好了。不过这次。
压碎了。灰光，剑仙，不过月下幻影。该出，现在就出发吧。不过月下幻影，金与光的轨迹在此汇集。灰光，显仙。别动。这是在……你竟然独自净化了灰幕，灰幕散发的光在吸引我靠近，我下意识的就这样做了。能独自净化灰幕的诵灵者并不多见，而且失去全部记忆，却能自然而然地完成净化吗？我越来越喜欢你了，小不点儿。灵力虽然微弱，但是还算稳定，体温没有异常升高，瞳孔也没有出现放大的情况。还好。你有觉得哪里不舒服吗？头脑昏沉、心口绞痛，或是四肢酸胀？头脑昏沉、心口绞痛、四肢酸胀，这些我都感觉到了。还是被灰幕影响了吗？那就只能先将你送进莫伊莱的深渊之境，封闭感官，通过切断灵力来急救了。等下，送入深渊，切断灵力，有这么严重吗？还是第一次看到安娜塔斗人。请别再开这种会让人担心的玩笑。还好你没事。总之，在你恢复灵力和契约之前，还是谨慎靠近灰幕。按原定路线继续前进吧。现在就出发吧。
在洛伦偷东西被抓住的申种，你猜后来怎么着？全都被做成小鱼干，挂得到处都是。不要！里面的东西灭了，我没了呀！洛伦话都说不利索，还敢偷东西？系统，直接搜他！他们这是要对那个女孩动手，过去看下吧。东西不能经我手，得让迪亚拿，说不定是什么见不得的东西。加图卡到底丢了多贵重的东西？表情那么难看。唉，当官的就是有钱。装可怜没用，系统，动手搜身吧。你往哪儿跑？躲再远也没用。先别急，这位路过的朋友看起来知书达理，不如先请他帮我们调查一下。事情是这样的，烈阳派的加图卡大人丢了非常贵重的东西，当时只有这位申种小姐在场，可她不愿意配合调查。领导丢了东西找不回来，我们很难办，能拜托你帮我们调查下吗？可以倒是可以，但你们为什么不自己调查呢？你也看到了，他对我们防备心很强，我们毕竟是卫戍军团的，不能过度执法嘛。如果你能帮忙找回失物，那位加图卡大人肯定不会亏待你。怎么样，可以帮忙调查吗？眼睛一直往左瞟，还总逃避同事的目光，你有隐瞒的事吧？怎么会？没有啊。不对，平时有什么好差事，你总偷偷把自己换上，刚刚却装作肚子疼想逃班丢给我。你这家伙瞒了我什么？又来了！每次找理由骗我的时候，就这副贼眉鼠眼的样。不说是为了你好，哎呀，告诉你就等于告诉了全世界。这件事没那么简单。加图卡丢了东西，按他的性格肯定是恨不得派100个卫兵找，但他这次只喊了我们，还特别叮嘱要悄悄地找回来。而且啊，我前几天有看到一个拿着望远镜的人影，一直对着城门看。啊，难不成加图卡被人逮到把柄了？那我们可得赶紧和他划清界限。别瞎说啊！不过你待会儿调查的时候，可以用这个信息试探下。哎，那就拜托你了。我们也不想节外生枝，拿回失物，我们就放了他。东西不能经我手，得让。你好。你要对我做什么？别害怕，我只是想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。他们说你拿了别人的东西。没来呀。
你是来调查加图卡的，对吧？看来我猜的不错。很明显，我是中立派。如果你想让我变成助你脱困的帮手，至少应该让我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。现在可以好好说话了吗？啊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卫兵给我提供了一些线索，加上我的猜想和推理。难不成前几天我的行踪暴露了吗？从业5年从未失手过的我，居然会犯这种低级错误？没关系，我不会因为区区这种小事落泪。振作！都说到这里了，还没猜出我的身份吗？哦，也对，虽然名震洛伦，但我低调专业，从未以真面目示人。是时候脱下伪装了，是我，潮落平原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经手委托上千，失手率迄今依然为0的少女私家侦探海边晃。我接到委托，烈阳派守城官员加图卡道貌岸然、盗名欺世、道德败坏，犯下不可饶恕的重罪。就算知道城门事态复杂危险，为了匡扶正义，我还是毅然接下委托。接连蹲守数日，我终于找到关键证据，真相就藏在这个信封之中。欺骗和利用真诚地爱着自己的人，罪无可赦。为了捍卫爱与公义，守护所有遭受不公和欺骗之人，捍卫我的侦探之道，我将把这封信誊抄500份，偷偷藏到入城货运篷车里。这样，那位美丽的大姐姐，也许就能停止哭泣了。那小鱼怎么一直在叭叭叭个不停？还换了身衣服。怎么样？调查有结果了吗？这件事另有隐情，你们应该放那女孩离开。还有什么隐情？别的事情我不管，包庇小贼可是要连你一起抓的。你们要的东西在这儿。原来如此。东西没问题，人可以带走了。等一下，不是说东西交给你们就可以放他走吗？人赃俱获，哪还有放人的道理？等见了狱卒，你自然就会说洛伦话了。别过来！放了他！还不让开！妨碍治安，一起拿下！你真要干扰执法？真是个拎不清的家伙！哎，等等，大人，我们无冤无仇，不如就此打住。我们依您所言放了那女孩。居然碰到高手了，我认输。您大人有大量，谢谢您，谢谢。我第一次在陆地上这么快的移动，
就像在水里一样，好奇妙的感觉。一切逐渐模糊，你的样子也变得那么梦幻。等等，我喘不过气了。我们的祖先怎么就没想到，孩子们日后可能会有在岸上奔跑的需求？这里他们应该不会追来了。终于，怎么了？看你欲言又止的样子啊。有点担心，毕竟那些卫兵可能会再找到你。哎呀，那算什么？我习惯了。放心，我的易容和伪装技术无人能敌，真相是我能给你的唯一慰藉。击碎隐瞒和谎言，不论这过程多么危险，这就是侦探的诺言。虽然很想按我的想法让加图卡得到应有的惩罚，但我会尊重委托人的想法。差点忘了最重要的事，谢谢你为我解围。按派洛恩村的习俗，我应该请你去家里吃顿海鲜宴，但委托还没有完结，只能等下次了。我的真名是莲，你呢？我记下了，这些给你，我们还会再见的。走路看着些路。小心别摔到自己。走路看着些路。现在就出发吧。宋灵者，你好，感觉怎么样？那些官员就是把咱们当……
买个最贵的吧，反正我感染了石化病，没几天好活了。你并没有感染石化病，不要吓自己。不，我浑身发热，一点力气都没有，我肯定是被石化了。前几天我工作的矿区长出了一颗灰幕，我不小心碰到了，一定是那时候染上的。感染石化病的人不会像你这样清醒，保证正常的饮食和睡眠，观察一下吧。对。多少钱？不用，拿钱去看医师，买些风寒药品吧。好似可传奇，小吃摊的老板人真好啊，居然免费送饼。送饼？这里什么时候多了一个卷饼摊？石化区已经扩大到这个地步，还不让我们进城，是完全不管我们了吗？只要能进城，帮找工作，童叟无欺，包吃包住，直接进城。帮找工作，童叟无欺。还有谁能救救我们？请等一下，最近神木林地的石化家具，必须持有准入许可才能入城。这是皇家学会的准入证明。哦，原来是学会的贵客啊，失礼。来，等等，你的许可呢？他是学会的访客，和我一起的。不行，众林院昨天刚出台新规，要加强对城门的管控，必须一人一证。最近城外石灾加剧，城外的人要是感染了石化病，在城内变成石化者，可就不好了。你也能理解吧？先不论你们对待难民的方式，他是送灵者，不会被石化，我可以为他担保。为他担保？洛伦城所有送灵者都是登记在案的，难不成你这位朋友没有身份证明，也无法召唤出使灵？那我们怎么确定他不会被石化？事出有因，他是我在灵脊峡地救助的失忆者，发现时，他的随身物品都已经遗失，灵力也变得不稳定。我已经向皇家学会会长申请了许可，后续事宜由我们接洽处理。哎，我自然是很想全力支持学会的工作，但规定如此啊。没办法了吗？其实也不是没办法。按人头交保证金，就能办理暂住证进城。以这种名头收费的事情，我从未听闻过。这也是众林院的新规吗？按规定，他无论如何都不能进城。保证金已经是我看在学会的面子上为你们开的特殊通道了。只要5万灵魄就能办证明进去，交不交，你们自己想喽。5万，这也太坐地起价了吧！等一下，一个学会成员，一个奇怪打扮的异乡人，你们就是刚刚在城外妨碍治安的家伙，你的保证金得涨到8万。你这是勒索吧？怎么办，安娜塔？我们真的要交那么多钱办他说的那个证明吗？
以保证金为由投收费显然不合规定。但自从石灾加剧，洛伦时局变得更混乱动荡，这种乱象也并不少见。回去后，我会想办法向众离院反映这件事。但现在，为了你的使灵着想，先让你进城是第一要务。正好刚发了实习工资。哎，我的钱包怎么？周3，购买炼金术精进，百门之城古代洛伦建筑史10年典藏版。周4，购买伊瑞斯皇家戏剧集绝版。只剩下4000灵魄了吗？连加图卡所要的零头都不够。好吧，等一下，加图卡，他不就是写那封信的家伙吗？安娜塔，你说，要是他知道现在我们手里，还敢不敢找我们要保证金？你的意思是？但他们人多势众，最好还是谨慎行事，多准备些不同的对策。也给我点时间想想怎么利用好这封小狗的信。可提前跟你说好了，签了这份契约之后，你就是持契的无偿工了，为期3年。要是违约的话，哼，后果自负。我都知道了，是我自愿的。行，这是5万灵魄，进城去吧。记得感激烈阳派对你们的恩情。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。这是在……这些人为了凑到进城的5万灵魄，宁愿打3年的无偿工，为什么要做到这种地步？实在当前，唯有城内算得上安全。对普通人来说，这份保证金并不只意味着可以进城，更是为了在实灾中能有容身之处。洛兰城的客户们，久等了！将拯救你们于平庸无聊的生活，为你们的生命增添艺术美妙色彩的不可思议、不可一世、不共戴天、不屈不挠的玩偶巨匠露露呀来了！哎呀，我精心设计的登场方式难道毫无看头吗？为什么没人鼓掌？感谢亲爱的顾客大人，初次见面，以后购买不可思议系列玩偶给您打8折哦。要成为真正的玩偶艺术家，就必须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。尊严这种我本来也没多少的东西，在启动资金面前根本不值一提。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。你干啥？早就听说洛兰城机会多，我从前不信，没想到这里下跪就能免费领钱，真是不可思议。大人，我的呢？神经病啊！签！这里是签工期领工钱的，签了工期就要去矿区工作，要签的都给我到后面排队，别挡事。工期，签个名字就有5万灵魄，这么好的事也是被我给碰到了。好。他衣裙的制式和花纹与洛伦服饰区别很大，应该是初来洛伦的异乡人。如果不加以提醒，他可能就真的要签下那份不平等的工期了。既然是在这里做生意的商人，那位老板应该清楚城门突然设下关卡的前因后果。如果能和他聊聊，应该就能确定我的猜想了。
签个字就有5万灵魄了。啊，等下，不会是要跟我竞争上岗吧？不行，我这就得签字。等等，先别签。你知道这是无偿公器吗？无偿公？怎么可能？明明有5万灵魄的酬劳。不是这样的，你在他这里的确可以获得5万灵魄的签字费，然而进城的费用也是5万灵魄。这是烈阳派设计好的，他们设下不平等的公器作为陷阱，再以保证金的名义回收预支的酬劳，这样就获得了免费的劳动力。啊，进城还要交钱？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花这个冤枉钱。就算你有别的办法进城，打工3年换取5万灵魄，你知道是什么概念吗？哼，当然知道了。我流浪多年，经验十足，每次动身前往一个新的地方，我都会把这本书里相关的章节背得滚瓜烂熟。这书上说了，洛伦历史悠久，坐拥长洛平原丰富的自然资源，物阜民丰，繁荣发达。5个灵魄够点1桌豪华海鲜宴，50个灵魄就能在伊瑞斯花园酒店住上1周。要是有5万灵魄，豪华玩具铺、鸢尾花区的庄园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花了。这书你可以卖给我吗？这是10在之前的古本了，距今至少有300年。你说的花园酒店以前就在那边，现在是一块荒地。10在之后，洛伦通货膨胀的厉害，现在1块面包售价大概2000灵魄。也就是说，你打工3年只够买25块面包。什么？啊！我以为只有你这样失去全部记忆的人才会需要帮助，没想到要邀请他和我们一起走吗？洛伦城里，你这种风格的玩偶很好卖哦。我们正好要进城，要不……什么？玩偶很好卖？真的吗？洛伦人果然有品味。我流浪了这么多地方，从来没遇到过像你们这样有品味的知己。这么大的洛伦城一定有很多机会，我这就去闯荡闯荡。怎么，你也是来签公契领保证金的吗？这是你姐姐，看着细胳膊细腿的，能拿得动铁锹吗？干嘛瞪我？请不要以貌取人。皇家学会每年的拔河比赛，我都是作为前锋参赛的。这位小姐可不会允许自己被说不行哦。哦，原来是皇家学会的送灵者啊，那确实可以酌情加点啊。不过先说好啊，我们这一行不看学历，只看实力。这样，你俩打包，一口价12万灵魄，这是很公道的价格了。你到底卖不卖？我们走吧，没必要继续在烈阳派这里浪费时间。或许还有别的办法。
帮找工作同。当当当当当！饼摊老板大人，请欣赏华丽的胸部舞曲。谢谢。每一针每一线都是玩偶将构思沉淀出的记忆和创造力的体现，每一步都是玩偶将自身精神力量与爱之源泉的体现。这就是伟大的玩偶艺术。刚刚的这段舞蹈，只需要支付3个饼作为酬谢礼金。等一下，我们其实是想打听些事情。感谢你的演出，不过塔斯科本就是免费的。这么好！最近实在扩大，城门附近的难民也越来越多。我们希望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特意在城外设立的赈灾摊位吗？听起来倒是很不错。饼皮怎么烂了？这是菜叶子。好痛好痛！不是，我做了7、8年了，有很多回头客的。算了，我们也不是来买饼的。老板，你在这里做生意，应该知道进城的门路吧？进城的门路，皇家学会的学生也会被阻拦吗？说说具体的情况吧。可恶啊！他们居然这样对待你们！如果我在的话，可要用那个办法，好好惩罚他们一下。啊？比起那个，我更担心你被人骗去打工。你是说，他们以不能确定是否被石化为由，向你索要数额较高的保证金？好可怜啊！小朵，你说是吗？是的，是的。保证金？他们没有向你出示保证金的押金单和许可文件，也没有安排医师为你们做检查吧？没有，他们只吆喝着向我要钱。那你觉得，他们真的在意你是不是送灵者，会不会被石化吗？你是说，他们只想借此敛财？限制入城，原本是为了防止石化病传入城内，但送灵者几乎不会被石化，所以也不在此列。后来烈阳派执行时，为了敛财，也为给30天后的讨伐行动筹款，才有了所谓的保证金。原本我以为那些针对烈阳派的意见缺乏事实依据，现在看来并非如此。所以就算我们能证明自己是送灵者，这一刀他们也一定要宰我们了。烈阳派资助了卫戍军团，因此获得了军团明面上的支持。但军团的艾丽卡统领对这类事一向深恶痛绝。如果你以上报统领相威胁，他们大概率会因此退让。还有别的问题吗？你真的只是饼摊老板吗？为什么这么问？你刚刚说的那些内幕，安娜塔也是第一次听说。你的身份肯定不简单吧？而且，老板大人，你一点都不像商人，你做饼非常不熟练，但味道却很好。说你是厨师，我倒也相信。但你身上缺了小商贩最重要的气质。最重要的气质，那就是对钱的心疼。如果是我的话，看到肉饼掉在地上，绝对会捡起来偷偷放回。那也太没良心了吧！不愧是见习文书官的朋友，洞察力很强。哎，安娜塔文书官应该很早就认出我了吧？我以为您不会记住我这种实习生的名字。记忆和侧写是我们的基本功，何况你的工作完成得非常出色，多谢你们提供这些信息。机器难除，我们会上报众灵院，
推动建立更严厉的监管制度。其他事情就让他告诉你吧。他是洛伦的首席监察官恩洛尔，负责监督洛伦的权力机构。听起来很厉害，可他为什么要？监察宫设立的时间还很短，又因为触及得势者的利益，调查案件时总处处受阻，所以才会用这样的办法吧。原来如此。既然已经得到新的线索，回城门再交涉一下吧。终于可以进城了吗？太好了耶！怎么样，凑到保证金了吗？是潜在的顾客大人。你知道不可思议系列玩偶代表着什么吗？他们是最初的愿望，奇妙的故事，还有人们梦寐以求的生活的缩影。敬请试用。这是……你确实有能力成为我的接班人。当初说你将来会一事无成，是老师说错了。恭喜你，加图卡，荣升烈阳派高级官员。恭喜你！父亲，老师，我做到了，对不对？你真棒啊，孩子！我们现在有些事情要暂时离开。当然，您请。太好了，这么多年，终于得到您的认可。加图卡大人，走吧。露露亚，你对他做了什么？向玩偶注入灵力，变换其在特定目标眼中的形态，从而改变对方的情绪。真是特殊的使灵能力。现在，在加图卡眼中，露露亚就是他最敬重的人。为了获得他的认可，他什么都愿意做。啊！居然被你发现了，那可是我的独家销售手段。追名逐利的人最开始只是想获得亲近之人的认可，我让他回忆起了自己最初的愿望而已。以后有机会，我也给你造一次梦。终于横跨整个长鹿平原，历经那么多的艰辛和磨难，吃了那么多的野果和烤跳蛙，终于抵达了这里。洛伦，这座历久弥新的宏伟之城，我露露亚未来的发迹之地，这里未来将以我为荣。接下来我们要去皇家学会了，你呢？我吗？我将听从玩偶缪斯的指引，以统一洛伦的审美为己任，继续向着伟大的艺术理想前进。首先，我要去那个传说中全长鹿平原规模最大、人流最多的集市，摆摊卖货。明白了，那我们就在此分别吧。数钱的时候要仔细啊！加油啊，露露呀！期待下次再见。很快就会再见的，因为马上这里到处都会贴满我的海报。拜拜喽！想买玩偶的时候记得来找我，给你们打折。突然变得好安静啊！从这里开始，就正式进入洛伦城的管辖范围了。和城外的荒芜萧索不同，这里人来人往，甚至能听到不远处传来的乐声，和我想象中很不一样呢。安娜塔，你可以给我简单说说洛伦城的情况吗？洛伦城历史悠久，
自伊瑞斯王朝开始，这里就是王城所在。虽然经历数次迁都和重修，但传统的建筑结构和形制依然保留了下来。你之前说曾经整片平原都是洛伦的王城，但一路走过来，好像只剩下这座城池了。是的，末日时潮来临时，是领主达芙涅竭力保下洛伦城。他联合诵灵者们重启灵护塔，借塔产生的灵力将石灾隔绝在了城外，因此城外的建筑大多毁于一旦，只剩下废墟。如今外面依然受食物和野兽侵害，只有城内可以免受石灾影响。如果还有疑问，可以随时问我。领主达芙涅是谁？他是初代洛伦君主格拉内的使灵。洛伦从立国之初就推崇人灵共治，人王与领主共同管理国家。人的寿命有限，灵却可以一直存在。在格拉内之后，王室直系后代中，只有能与达芙涅结契的才可以继承王位。因此，洛伦历史上也有一段纯粹的灵治时间。不过这是题外话了。如果不是因为那件事，他应该还在城中保护着洛伦的子民吧。洛伦城内真的绝对安全吗？整体来说，城内治安一直算得上可控，但受石灾影响，城内时而出现石化者，城北也存在隐患。城北的隐患是？城外的神木林地是达芙涅诞生的地方，过去也是洛伦的圣地，但神木林地在20年前突然变为石化区，几次进化都未能成功。现在石化区的蔓延已经威胁到主城了。原来是这样，谢谢你为我介绍。不用客气。还有其他想了解的事情吗？说起来，安娜塔，一路上你和我说了许多事情，但从没正式介绍过自己呢。我没什么特别的，正如之前说的，我是皇家学会的3年级学生，知性派，主修诵灵和星象学。此外，在众灵院实习，做些简单的文书工作。皇家学会，之前就很想问了，难道你是皇室成员吗？不是，学会虽然最初只招收出身王室和贵族的学生，但自石灾后，招生条件有所放宽。如今学会内既有贵族子弟，也有像我这样出身普通的学生。哦，这样啊，我还以为安娜塔肯定是贵族的大小姐呢。我吗？对啊，看起来很像。你的着装、气质、谈吐，总之不像普通人。贵族？不，我不是。甚至可以说，我的出身在学会里算得上低位。如果没有塞涅卡会长的帮助，一个中断家庭教育许久，连学费都交不出的学生，是不可能破例入学的。连学费都交不出？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母亲和我都没有能力，只靠自己在洛伦活下去吧。抱歉，我说了多余的话，都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。安娜塔看起来好悲伤，她过去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？这是我自己的负面情绪，我没有资格要求他人为我分担。希望没有影响你的心情。看起来，她不想继续这个话题了。我们走吧，
很快就到皇家学会了。诸位，安涅斯家族的军队不日就要开拔。达芙涅领主守护了洛伦数百年，你们竟敢说要讨伐他！领主达芙涅在上，请宽恕我们的罪过。有其父必有其女，那个艾丽卡和他的父亲一样，都是会给洛伦带来不幸的人。这是……我理解各位的心情。卫戍军团过去也曾宣誓要效忠王室和领主，但现在神木林地内野兽作乱，石化区不断逼近，不解决石化源头的话，情况只会越来越糟。他们说要讨伐达芙涅，但那不是保护了洛伦城的领主吗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50年前，达芙涅失踪于神木林地，自那之后，神木林地彻底石化。不少人认为，在神木林地引发石化、操纵野兽的正是达芙涅。烈阳派和西岳派也一直在为是否要讨伐达芙涅而争执不休。从前，民众普遍支持西岳派和平带回的保守主张，但自从实灾失控，恐慌情绪蔓延，烈阳派的讨伐计划如今已经得到卫戍军团的支持，正式提上日程。嗨，跟他们有什么好解释的？讨伐达芙涅的决议，众灵院已经表决通过，艾丽卡统领也积极配合，这项决定是不可能更改的。至于你们，不管你们是真的刁民，还是西岳派雇来闹事的，再纠缠不休，可要一个不饶的逮进牢里了。神木林地再怎么说，也是领主诞生之地，你们怎么敢？谁知道石化源头到底在不在神木林地内部？恐怕是那个艾丽卡和他父亲一样，急着要建功立业吧。就是，你们天天说石化源头在神木林地内部，谁真的见到那个源头了？就你们两个话最多，来，先把他们给我拿下。你们动一下试试。虽然不该由我们来插手，但这些烈阳派官员完全没有想要维护秩序的想法。再放任他们继续加剧矛盾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用镇静安步吧，是一种灵力药剂，本来是在学会中防止打架用的。学会里也会有人打架吗？从前发生过不同派系的教授因学术分歧大打出手的情况。那次之后，塞涅卡老师就发明了这个。当学会中有人情绪过于激动，或场面难以控制时，把这个丢进人群，其中的灵力便会扩散开来，帮助大家平复心情。给你，等一下我们找机会丢进抗议的人群。烈阳派，你们打着为民谋利的旗号，干的竟是欺负我们老百姓的勾当。胆子不小啊！对你们这种刁民，就得上点手段。抱歉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。就算你突然鞠躬道歉，我们也绝不会轻饶。抱歉。突菲米亚，你为什么突然向这家伙卑躬屈膝？说好要打断他们的腿。不好意思，从来没见过法比乌斯大人你这副样子呢。非常抱歉。他们怎么突然都开始道歉了？塞涅卡教授说过，语言是人类最原初的力量和武器，也是颂灵术诞生之处。但语言自有弱点，在不同的经历和立场下，试图用话语消除误解是不切实际的。所以就把大家要说的话统一换成道歉吗？还是很有效的。他们现在面面相觑，一脸尴尬的样子。各位，既然已经初步达成共识，今天就请回吧。出征日越来越临近了，在这个紧要关头，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共同维护城内的秩序。看起来，短时间内不会再起冲突了。
那我们就……你是皇家学会的学生对吧？不是说你们一直在神木林地勘探吗？那你们找到了吗？如果你说的是达芙涅的灵力痕迹，没有。骗子！怎么可能没有？达芙涅明明就被困在森林中，等待我们将他虔诚的迎回。就连皇家学会也不再信奉领主了吗？这一定是阴谋，就是你们害得领主无法归来。放开他！他被石化了，你退后。看那边有石化者，有人被感染了，大家快跑！我也来帮忙。控制住石化者，别让他们伤害到平民。混账！难道不应该先保护我吗？向许愿之人，别怕，告诫我会充满仁慈。你还好吗？我还好。刚刚突然出现的那个人是莎莉卡，他还敢出现在这里？统领好，辛苦了。艾丽卡统领，刚刚聚集的人群里出现了石化者。我看见了。你们卫戍军团的人居然不来保护我，知道我刚才有多危险吗？总之没出大乱子就好。有受伤吗？我没事，谢谢你刚才出手相助。不用，维护城民安全本就是卫戍军团的职责，是我该感谢你帮忙。福尔斯特，清点伤亡，尽快疏散平民。还有，查清石化者的身份，务必阻断石化传播。明白，艾丽卡统领，这里就交给我吧。事情结束后，记得整理一份报告给我。他就是军团的统领吗？他是艾丽卡·安涅斯，卫戍军团的统领，也是如今洛伦军权的实际掌控者。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。平时在众灵院，只有非常重要的会议他才会出席。现在城内有石化者和治安问题，城外又有石化区亟待净化，他身为统领，要处理的事情应该很多。打扰了，两位，我叫福尔斯特，是卫戍军团的副指挥官，非常感谢你们出手帮忙。如果不是你们及时控制住石化者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不客气，只是举手之劳。白受累的。改日我会带上谢礼去阁下的宅邸登门拜谢。请问你的名字是？谢礼就不必了，我们赶回学会还有些事情，就先告辞了。那好吧。怎么感觉安娜塔你像是在躲着刚刚那个人一样？算是吧。因为我突然想起，你还没有身份证明，现在是戒严时期，那位副官的记性又很好。
如果被他发现了你没有证明的事情，免不了要花时间接受调查。我们还是先回学会比较好。怎么了？为什么这样看着我？没想到安娜塔也会有这样一面，就像是突然发现班上一向严于律己的好学生，也会包庇没写作业的同桌一样。还不是因为事情也分轻重缓急。走吧，很快就到学会了。